扛住了雷击和子弹，这次终于轮到导弹了。最近一则消息刷爆全网，不是什么刻意营销，也不是什么实验室摆拍，而是实打实的战场实战考核。一台比亚迪元 Plus 在海外某地区的导弹爆炸现场，硬生生扛住了致命冲击，用实力打了所有喷子的脸，也让全世界见识到了中国车的硬实力。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根据以色列当地官方媒体报道，一枚导弹在街区爆炸，巨大的冲击波瞬间席卷周边，炸出一个直径数米的大坑，尘土飞扬，一片狼藉，周围的建筑和杂物都被冲击波掀飞，可见威力有多恐怖。而就在这个巨型炸弹坑的旁边，停着一台比亚迪元 Plus， 成为了现场最显眼的幸存者。从现场曝光的图片和视频来看，这台元 Plus 的处境不算乐观，后风挡玻璃被爆炸产生的碎片击穿，车身表面布满了划痕和凹陷，车漆大面积脱落，底盘也有明显的冲击痕迹，看得出来它承受了不小的爆炸冲击。但重点来了，哪怕被折腾成这样，这台元 Plus 既没有起火，也没有爆炸，甚至连最核心的 A、B、C 柱都基本完好。更离谱的是，双闪灯还在正常闪烁，说明车辆的电力系统压根没受影响，依旧能正常工作。这里必须跟大家澄清一下，这台元 Plus 肯定不是被导弹直接击中的，要是直接命中，别说车了，啥都得炸成渣。根据新闻报道，此次损伤主要是导弹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飞溅的碎片造成的，现场有5人受到影响，车主受中度伤，2人受轻伤，还有2人受到惊吓。但熟悉战场环境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距离被导弹冲击波波及，别说车了，人都大概率非死即残。而这台元 Plus 不仅扛住了，还间接保护了车内人员，这份实力真的没话说。更有意思的是，这波操作纯属无心插柳。当地官方报道此事，本来是想通报爆炸现场的情况，没想到反而给比亚迪免费打了一波全球广告，让元 Plus 在海外彻底火出了圈。有海外网友调侃，比亚迪这哪里是造车，分明是造移动安全屋，平时能代步能储能，关键时刻还能保命，比防弹衣还靠谱。可能有人会说，这只是个例，运气好而已。那小编就再举2个实打实的实战案例。首先是雷击事件。2025年8月5日下午，广西北海铁山港服务区内，一辆比亚迪宋 Plus EV 在雷暴天气中连续3次遭遇闪电直击，强电流在车顶形成明显的放电现象，场面十分惊险。当时不少人都以为这车肯定要出大问题，要么电路烧毁，要么电池起火，可事实却狠狠打了所有人的脸。事后比亚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对车辆进行检测，发现外观结构、全车玻璃、轮胎及内饰基本完好，仅车顶遗留2处雷击灼痕，核心的电池、电机、电控3大件更是完好无损，没有出现任何故障。更让人安心的是，车内的女性驾驶员全程未受伤害，检测完毕后还能按原计划继续旅程。这要是换做其他车，恐怕早就出大事了。除了雷击，比亚迪还经受过枪击考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现在不少车企都会展示自家电池的安全性能，比亚迪也不例外，电池包经过专业测试，即便被枪击也能做到不起火、不爆炸。虽然这是实验室的专项测试，但结合元 Plus 抗导弹、宋 Plus 抗雷击的实战表现来看，这份安全性能绝对是实打实的，不是纸上谈兵。那比亚迪的车为什么这么耐造？首先是车身结构，比亚迪全系车型基本都采用高强度钢笼式车身。就拿元 Plus 来说，车身高强度钢占比高达78%，关键部位更是采用热成型钢，抗拉强度可达1500兆帕，相当于每平方厘米能承受15吨的压力，就像给车辆穿上了一件钢筋铁骨，能有效抵御外部冲击。其次是电池安全，这也是比亚迪的核心优势。元 Plus 搭载的是比亚迪刀片电池，采用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将电池包与车身融为一体，不仅提升了车身刚性，还能有效保护电池不受损伤。刀片电池本身就通过了针刺、挤压、高温等7项极端测试，哪怕被击穿也不会起火爆炸，这也是元 Plus 在爆炸现场没有起火的关键原因。可能有人对这些数据没概念，小编举个直观的例子，普通家用车的高强度钢占比大概在60%到70%，而比亚迪元 Plus 的78%，意味着在遭遇冲击时，车身变形量会大幅减少。
能最大限度保护车内人员的生存空间。另外 CTB 技术还能让车身重心降低，不仅提升了行驶稳定性，还能在遭遇冲击时让受力更均匀，进一步提升车辆的抗冲击能力。小编觉得比亚迪的安全从来不是靠嘴说的，而是靠一次次实战验证出来的。硬接钢卷、重卡前后夹击、山洪冲击、闪电雷击，再到这次的导弹冲击波，每一次考验比亚迪都能完美过关。以前总有人喷比亚迪一碰就炸，天天自燃，可这些实战案例摆在眼前，喷子们恐怕也找不到黑的角度了吧。可能很多人觉得比亚迪只有安全、颜值和性能不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比亚迪的厉害从来不止于耐造，更在于它的速度与激情。比如仰望 U9 在2025年末就登陆了全球顶级汽车节目 Top Gear， 让一群外国车迷和主持人彻底看懵了。先跟大家科普一下， Top Gear 可是全球汽车圈的风向标，被誉为汽车界的奥斯卡。能登上这个节目的车型，要么是性能顶尖，要么是极具特色。以前登上这个节目的基本都是欧美超跑，中国超跑从来没有真正站稳过脚跟，而仰望 U9 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这次登陆 Top Gear， 比亚迪邀请了节目老牌主持人哈蒙德试驾仰望 U9 Extreme， 而哈蒙德的表现简直承包了所有笑点，也侧面印证了仰望 U9 的实力。熟悉哈蒙德的朋友都知道，他是出了名的赛车疯子，开过无数顶级超跑，却也经常出事故。开瑞马克出事故，开极速赛车翻车，堪称赛车界的事故体制。也正因如此，这次试驾主办方格外贴心，哈蒙德一出场就被网友发现手上戴了医院的急救手环，评论区瞬间笑翻。主办方也太懂哈蒙德了，生怕他开着仰望 U9 又出事故，提前备好急救手环，太贴心了。当然，这只是网友的调侃，具体原因咱不得而知。小编猜测，大概率是主办方的一种安全保障，毕竟仰望 U9 的性能实在太强悍，不得不谨慎。哈蒙德的试驾视频也玩起了双版本，在国内发布的视频只有3分钟，而在油管上发布的视频总时长超过8分钟，中间差了5分钟，网友们纷纷调侃哈蒙德太鸡贼。小编猜测，这5分钟的差距大概率是哈蒙德在油管视频里聊了自己以前开赛车翻车的糗事，还对比了仰望 U9 和其他超跑的区别，可能担心国内网友调侃，所以删减了这部分内容。而哈蒙德对仰望 U9 的评价更是直接封神，他用一句话总结：别的超跑加速确实很厉害，但仰望 U9 的加速简直是空间转移，两者压根就不在一个维度上。这句话可不是夸张，而是有实打实的数据支撑。仰望 U9 Extreme 搭载全球首个量产全域1200伏超高压平台，配备4台高性能电机，综合马力超过3000 PS， 推重比高达1217 PS 每 T，0-100加速轻松突破2秒，甚至在德国纽博格林北环赛道跑出了6分59秒157的成绩，成为首批闯入7分钟内的纯电车型之一。哈蒙德的试驾视频已经发布，就在海外炸了锅，无数外国网友纷纷留言，瞬间被仰望 U9 圈粉。有外国网友留言：作为一个从小看 Top Gear 长大的人，看到哈蒙德开着中国超跑，我瞬间想起了14岁和爸爸一起看节目的日子。这份怀旧感加上中国超跑的实力，太让人震撼了。还有不少外国网友表示 Top Gear 是他们的赛车启蒙老师，虽然节目3人组已经解散，但看到哈蒙德开仰望 U9 的视频，仿佛又找回了当年对赛车的热爱。这些评价不是刻意吹捧，而是仰望 U9 用实力换来的。它不仅打破了国外超跑的技术垄断，更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汽车不仅能造安全耐用的家用车，也能造顶级性能的超跑。最让小编感慨的是仰望品牌小庆总的一句话：最让我们仰望品牌骄傲的是，无论全世界走到哪里，都有一群孩子们喜欢仰望 U9。而哈蒙德也真诚地回应，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进步到什么程度，都会回到一个问题上，那就是你能不能造出一台让孩子们愿意把汽车海报贴在卧室的车。显然仰望 U9 做到了，它的成功从来不止于极速和性能，更在于它承载了一代人的梦想，唤醒了无数人对未来的憧憬。以前我们只能在电视上看着外国超跑惊艳世界，而现在中国超跑就在我们身边，就在郑州赛车场上触手可及。比亚迪用实力证明，中国汽车不仅能靠安全出圈，更能靠速度惊艳世界。这份属于中国汽车的荣光，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骄傲。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